众所周知 ，Q 泰罗呢有2个厂在做，其中这个做的好的厂呢，出货3天就被卖光了。而今天呢，优质版的第2批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不对呀，哥们儿，这玩意儿呢是玩具的包装盒呀，结果呢它又这样直接贴上快递单寄过来了。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就是所谓优质版的泰罗第2批嘛。只不过呢，它是第2批，因为第1批做的太好了，怕被盯上，所以说呢，就第2批改成了这个纸盒包装的。但是它的逻辑呢，就是说拿这一个纸盒直接当运输盒了，像日版的玩具的运输盒一样。但是呢，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它运输盒是在玩具的包装盒外面套的，它呢是直接把玩具包装盒当快递盒，快递盒和玩具包装盒合2为1的那种。可以看到呢，河水当然是特别严重的呀。然后呢，里面内容物呢就是直接是一个悉数再加上一本说明书，和万代的一样配置。泰罗的配置呢也是十分的丰富，有了3对半的手型、1把武器、2个替换的手腕，还有一个红灯、一个光线。然后我们拿出来主体看一下，它呢也是仿照万代塞上了腰膜。可以看到第2批是在脖子这里有一张，然后在胸底下有一张，然后在这个腰下面呢也是有一张的。撕下膜以后可以看到浑身的重量呢真的是特别的多，屏控特别的烂，毕竟 KO 嘛，没办法。众所周知，我对 KO 和对正版的玩具呢是完全不同的2个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我对 KO 玩具的要求标准呢比正版的要低上一大截。但是不考虑重点的话，这个 KO 的泰罗呢确实是要比正版的要舒服了太多，毕竟正版实在是太拉垮了嘛。所以虽然说这期视频是 KO， 但是呢态度要转变一下，以正版的要求来看一下。当然虽然说要求很苛刻，但是并不是不满意，毕竟它才80呀。它的重量方面呢是49克。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就是它的眼睛、胸灯2个特殊零件，再加上身上的红色关节。这一款 KO 泰罗给我的感受呢，就是完全不对称。按理来说，它就应该是除了手腕这多了一个手环不对称之外，身体其他地方应该是对称的才对。但是呢，这个真是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称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雕，这头雕呢并不说做的多正，只是相对于万代来说呢，确实是舒服了不少。万代呢真是太离谱了，一边脸肥的特别明显，脚呢还是歪的。而这一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头脚并不歪，脸呢还是有一点点肥，但是影响不大，基本上不算明显。但是重量呢却很多。首先呢，就是这个绿色呢，可以看到涂的太浅了，然后就是这里呢有点划痕，可以看到从眼睛的顶端呢一直往下延续到了世界的尽头。然后在鼻子尖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块蹭气，然后就是这一个右耳朵呢是没有插到底的，看一下背面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有插到底。虽然说我头上全是重量，但并不代表我这次运气不好，只是很单纯的常规操作。因为呢，这一道划痕、鼻子尖的蹭气以及这一个耳朵插不到底呢，是通病，都这样的。然后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它背后的这个脖子上的背鳍呢，可以看到是红色的，而上下的2端呢都是银色的，这里是偷色了。不过还好，它这个脖子呢也并不算是歪，然后就肩胛呢是很舒服了，因为它的发色呢是特别亮的银色，并不像万代一样几乎给做成一个水泥灰的成型色。然后它这个一个整体的效果呢，看起来是歪的，像这边歪对吧？它底下歪，上面当然是歪的喽。可以看到，这一边呢是更靠近脖子，这边呢闪出的缝更大一些。倒是可以自己用力的怼一下，然后泡热水给它定一下型。如果说你不把这些肩胛弄对称的话，会显得插着一个蝴蝶肩膀呢，可以看到是这边更靠上一些，所以说露出来的肩膀呢更多一些，这边露出来的更少。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插着一个左肩膀头呢，可以看到是完全露出来的，而这个右肩膀头呢只露出来了一半。这一个胸灯往镜头的左边歪呢，应该是因为它底下有一个水口干涉住了，应该是能够正常插到底，然后对称的。然后从胸部再往下看的话，就是特别多的蹭漆了。而且银色的漆面上面还夹杂了很多的脏东西。不过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一个漆面的品控呢比他们要强了不少，只不过它这一个银色的道子实在是太明显了。我是用这一个棉棒蘸75浓度的酒精擦了半天呢，是把这一道银色之外全部都给擦掉，不明显了。就这一道呢，怎么擦还是很明显，而且棉棒擦着也轻微泛红了。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对红色的漆面呢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可以看到它浑身的这一个吸光质感呢是很均匀舒服的，在 KO 里面质感算是特别好的那种了。只不过这个银色的分色呢涂的有点问题，就是说除了我这个腹部有一点异色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我身上这些银色呢没有涂够的。然后 KO 模型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它的关节之间的断层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右胳膊肘呢关节之间的缝隙好像还行，看着可以接受，但左胳膊的呢很明显要大了一些，断层感呢很明显了。然后膝盖这边可以看到呢是反过来了，是右膝盖的缝比左膝盖的缝大，两边呢都是有一点明显的。而且你还能从大腿小腿之间的缝隙中呢看到 L 和 R 的字母。我们都知道泰罗的素体呢，它的胯部大腿根呢是不能够平转的。我们把它的这一个大腿根呢和这一个胯部花纹对齐，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一个左腿呢是摆正了，而右腿呢是很明显的往外撇了。如果说我们把这一个右腿给掰正呢，可以看到这两个角度呢几乎是对称的了，但是呢它的这一个花纹呢却对不上了，就是说它这一个模具有问题啊，就是右腿往外撇。
然后它的大腿根这里可以看到右大腿根的这一个缝隙呢比左大腿的要大上不少。玩具的核膜线方面呢，可以看到都有打磨过，看的不怎么明显，但是水口呢可以看到左身子的是往内凹的，右身子的是往外凸的。至于可动方面呢，低头抬头幅度都非常小，转动的话没问题。然后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90度，然后大风车没问题。蝴蝶肩膀呢可以正常的外拉，胳膊肘这里可以平转，曲轴幅度可以达到120度以上，手腕算是非常的灵活。胸腰可动幅度呢意外的不错，转动有一点点。腿部呢可以侧踢，然后前踢幅度可以达到90度，后踢能够达到15度，大腿根可以平转，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20度左右。脚腕向内接地性还行，向外呢一般，脚尖。一圈绑完下来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竟然意外的非常舒服。除了它的蝴蝶肩膀，就是说它的蝴蝶肩膀呢，如果说拉出来之后回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卡丝，需要怼一下才能进去，就是说不流畅。而其他地方呢，无论是手感还是阻尼感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胯部侧踢呢，也不是像弯带一样松的可以打快板，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手感。而配置方面呢，包括弯带在内，我们已经看过好几遍了，都知道有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涂装以及开模程度怎么样，可以看到还是非常锐利的，而且涂装也没问题，红灯也是透明件，而且10分甚至9分的不错。然后这个替换手腕呢，可以看到涂装对我换出来也是挺精致的，只不过这里也是有一块蹭漆。最后就是光线，效果是真的不错。这样的话，这个 Q 呢我们就是看完了。不过这次呢，我想也不用出修复教程吧。不过也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手腕呢是比较紧的，建议你先泡热水把它拔下来，然后再消一下妆。这样的话，以后插拔替换就比较流畅一些，也不用担心它会断掉。然后就是胸灯呢，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多了一块，我们把它切掉，然后再把胸灯安回去呢，就可以看到这次呢就不再是歪，而且能插到底了。只不过呢，你来回插拔的话，这一个胸甲就会在这个胸上面蹭漆，用酒精呢就可以轻松的擦掉。好的，以上就这一个 KO 优质版泰罗的情况了。不过也不能叫 KO 吧，因为 KO 一般是指翻模，但这个很难找到翻模的特征呀，感觉它是拿弯带的原始数据重新开模的，所以它在和其他澳系 KO 同价格的基础之上呢，数值方面吊打它们。再加上弯带从第一次再版开始呢，做的是特别的拉垮，所以即便这玩意儿品控特别烂，而且它的通病有很多，估计也很难左右大家想购买它的心吧。